嗨，大家好！紧接着上一期，我们接着欣赏我们雾锁王国建筑大赛13部作品中的后7部。如果你还没看过之前6部作品的话，强烈建议先看完上一部影片之后再看这部影片，这样才能公正的投票。好，我们看第7部作品，是 Discord ID Zanchi 的作品。要到他的住所，首先需要在密林走一段路才能到达。因为我的那个火不在欢迎门那里。在某一座山丘的角落，2棵大树间挂满了漂亮的萤火虫灯，欢迎着在机缘巧合之下走到这个山间隐蔽村庄的迷路之人。在夜晚也是格外漂亮。这个山头是Zanchi物色了好久之后特地选中的一座山，用于建他的栖身之所，也进行了大量的地形翻修。Zanchi建的建筑群是所有13部参选作品中跟地形、树木等大自然结合的最为出色的建筑作品，我们称之为精灵村庄。我们现在走上去的山坡小道以及旁边的山头都是Zanchi自己用地形堆砌的，为的是把村庄主体从路口遮挡住。而上去之后一拐角，一个依山而建的村庄突然出现在眼前，虽然不大，但陡峭的山势以及山上的花海等给人一种别样的震撼感。作为唯一依山而建的建筑作品，这里的景色也是所有13个参选作品中独一无二的。而参观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建筑设计思路比起这个景色更为令人惊叹。首先，第一个是铁匠屋，可以看到是把山体凿出一些空间之后在底下建的，而且是部分跟山体融为一体的形式。屋里面虽然很小，但是自然山体和石子建材相结合，形成颇为有氛围的墙壁结构。山体墙面里凿出的野生窗户，更是跟铁匠粗犷的气质一脉相承。天花板能看到加工的木梁，而且天花板角落缺一口，这是为通风口留的换气通道。屋里纯粹是生活的空间，铁匠诸多的锻造设施都是放在屋外凿开的石台上，不用担心失火。往旁边稍微绕一些，还能看到刚在屋里看到的通风口。整个建筑设计不仅装饰细节拉满，给人最大的印象是跟自然地形完美的结合，形成一道独有的风景线。依山势再往上走一点，就是木工的屋子了。木工的工作区域是用木质结构进行了遮蔽，而屋里摆的也是木质家具。2楼小小的用餐区域和它前面的小露台，因嵌进旁边的山体也显得格外好看。再往上走是农妇的屋子了，而在悬崖边建的是农妇用来种植的暖房，是通透的玻璃墙面设计。这边是因为没有山体挡着，所以阳光充足，适合栽培各种植物。农夫的房屋跟之前铁匠和木工的比起来，不光是里面的家具摆设，还是窗户底下特别添加的窗台，屋里屋外都显得更温馨漂亮。农夫的房屋旁边是一个凹进去的山体空间，成了临时堆放物品的储存空间。而沿着楼梯爬得更高，下一个就是炼金术士的屋子了。炼金术士的房屋分为上下2层，下层是他的生活区。显然炼金术士跟其他 NPC 比起来，看书钻研的时间要多得多，所以还专门有研究区。而楼上就是他的工坊了，围着一圈的台子上放满了各种奇怪的器皿。然后炼金术士的房屋旁边还有小小的种植区，跟一般花园不同，这里长的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植物，是炼金的原料。然后再上长长的梯子，到达的是女猎人的房屋。这个房屋是嵌进山体里的，你也可以通过钩索到达这里，是又需要身手敏捷又温馨整洁的房屋，很符合女猎人的特性。而从女猎人房屋对面的小花田往上看，你能看到在这个山头最高处，在一个大树上建的Zanchi的房屋。绕上女猎人房屋后面的山丘，就可以到达Zanchi的住所了。山头上还有一个只属于Zanchi的小花园，里面还放有鸟喜。因为是建在树上的，所以要过一个小桥才能到达Zanchi的房屋。屋前还有一个小花坛，而进屋里，你首先会看到中间粗壮的树身，仿佛像精灵世界观里的生命之树一样。房屋的格局也设计得非常漂亮，而且很有想法。从角落漂亮的露台往上爬，会到又一个惬意的前院空间，而后面是这个房屋的2楼。屋里面通透明亮，盛开着漂亮的花朵，布置得非常雅致。Zanchi说他在这里画画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地方。而从刚刚1楼往下走的话，在一个角落是Zanchi读书学习的地方，空间设计和里面的装饰布局真是绝了。从这再往下走就是仓库以及洗手间了，跟楼上不一样，这里的窗户形状主要是用于通风的形状，而且可以看到楼梯也不是用预设蓝图简单建造的，是经过一番设计的。
好，我们接着看下一部作品，是 Discord ID X2 的地形雕塑赛道的参选作品。因为地形雕塑赛道是我和娜娜直接排名次的，所以这部作品我没给她分配作品编号，而我和娜娜一致认为它是地形雕刻赛道的第1名。我和娜娜刚刚传送到欢迎台子见到她，我就对她的着装很不满。等一下，为什么你也穿着老板服？那我穿件衣服。你比我还老板，你裤子都没有。OK。而且欢迎仪式也比较简陋，就是墙上刻了个 Welcome， 而我们的这个欢迎台子是建在相当高的高空的。当我们往下看的一瞬间，我和娜娜倒吸了一口气。大家能看出来吗？等一下，天哪！能看出来吗？这是龙啊！龙啊！对对对，就我雕一颗龙。而且龙眼炯炯有神，那是因为在龙眼处放有灵火。飞下去近看，这头龙不仅外观栩栩如生，规模也相当大。龙须的顶端是整个雕塑的最高处，作者还很贴心的挂了很多钩索，方便爬上去取景。而且不只是龙头，作者还雕刻出了从龙头到龙尾的整个龙躯。一开始传送到灵火的时候，我在地图上看到周围很多灵火，还纳闷这是为什么？这个灵火是怎么回事？这是北斗七星吗？后来明白，原来这就是龙的整个形状。从龙的鼻孔就能进入龙的内部，在里面走很长一段路，途经各种区域比如宴会区、水池区、卧室、禁闭室、晾干区、NPC 区、龙区、观景区、花园区之后，你就到达龙尾的部分了。而此时龙头已在远方，我们刚穿越了整个悬崖内部，而整个区间地面上隆起的部分也有很多是作者用地形雕上去的山峰。而在龙尾处，你还能看到握着如意珠的龙爪。此时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了，因为它就是龙，远看近看都是。我觉得这是对它最高的赞美，也是我和娜娜评选的这次建筑比赛里地形雕刻赛道的第1名。我们接下来看8号作品，是 B 站 ID 烟雨见墨痕建的。进这位参赛者的世界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世界显示为土木老哥的世界，我们就知道这趟旅行注定不简单。这位土木老哥用于欢迎我们的是一座牌坊，远看气势如虹，近看细节惊人。而这是根据作者本人到历史文化名城山西省平遥游玩时见到的真实牌坊而建的，可以说是用体塑还原出了实际的历史文化建筑。屋顶的形状是用焦油瓦片屋顶材质的特性实现的，而牌坊后纯木质结构的巨塔是作者参考中国现存最古老最高的木塔佛宫寺释迦塔而建的。关于这座塔的介绍，我觉得这位土木老哥的原声应该比我更能向各位传达好其背后的文化底蕴。山西现实中那个应县木塔，它已经有近1000年的历史了。它整一个是木结构建造的，就是说到现在还没有倒，是世界奇迹了，也算是。可以看到那个斗拱吧，一层一层上面，还有屋檐底下都是有斗拱的。屋檐下面我都是做了这些支撑的。它整一个塔身有56种不同的斗拱，我就是每一层尽量也做到斜边每层上不一样，然后东西南北2条纵横上面的斗拱的形状也是不一样的。这边是东边的，这2个是不一样的，就是它这个体数还是有些大，所以说没办法。这边就是西边的，西边的和那个东边的就不一样。然后这是北边的，北边的和南边的也不一样。然后这边是小广场，如果按照我的想象来说的话，它这里还是一个演武场，就是外部的演武场，就是说塔内的高人站在这个地方，向下面的弟子啊，还有那些慕名而来的人啊宣讲啊，或者是演武这些的地方。而且3面环雾，1面靠山，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这是这一块的基础。八卦台，因为它有8边嘛，八卦台，然后这边也是斗拱这样。我之前讲过，在乌索王国造斜面是多么麻烦费力的一件事，而这座塔在如此巨大规模下，为了还原出其8面形状，4个斜边从地基到顶楼全部是用体塑堆上去的。
而且不只是外观，这位土木老哥还把塔内部的各种法式相关布局也都还原出来了。当你刚进1楼，会突然看到迎面有5个 NPC 向你招手，木痕把这5个 NPC 当成用于祈福的雕像，旁边还有用于祈祷前洗手的洗手盆，而雕像后方的台子在设定中是工作人员才能来的地方。石匠工具和铁匠工具目前变成了清洗雕塑的法器。这一层是连接的层，这里呢是可以看到下方一层的一个场景，然后也可以在这些石凳上休息。在不讲法的时候，这里也可以看看书啊干什么的，就游客看看书啊干什么。但是在讲法的时候呢，这边是有人在这边登记，然后登记完之后到这一层连接层来休息，待到讲法的时间到了，那我们来去2层。这边呢就是室内的讲法台。刚刚我们看过室外的演武场嘛，就是说室内的一些讲法就在这边讲的。讲师就站在这上面，然后下面就弟子啊，还有那些慕名而来的人啊，就在下面听，然后讲师在指点迷津。然后这个呢，就是在讲法之前，这些讲师要做一些准备啊，还有中途的时候休息啊，就在这个地方了。然后这个过廊就是上去的，这边就是一些普通的书籍的一个藏书室，普通书籍就是藏着一些历史啊什么无关法术的，然后就是在这边看。然后上去这一层就是一些关于法术的，可以在这里练习一些小法术，因为是有些法术不是有火的嘛，所以说特地换成了石桌子。焦掉。书没有收集，实在是太难。不是调的，我全程制作的时候都有录屏的，对，全部自己造出来的。这边上面就是那个祭坛了，它就没有柱子的，就是由上面的这些横梁组成的，斜的它不能变成横梁，所以说我就做成了这种样子，就相当于是一个藻井了。参观和听完木痕的讲解之后，我们的感受是，我们好像不是来录制建筑比赛参选作品，而是来接受历史文化知识的熏陶和洗礼。这款作品不仅跟其他优秀作品一样工程量巨大，作者还用匠人精神尽可能的真实还原出了历史文化建筑的各种特征和细节，再加上作者对其背后文化底蕴的讲解，使其成为一部独一无二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我们接下来看第9号作品，这是之前在我们天空小镇盖出漂亮精美的花坛以及华丽教堂的27号员工雷切尔的作品。而他的欢迎仪式也是最特别的，是他亲自准备的一顿烛光晚餐。你们累了，先坐下吧。今天的适应就是怕天黑了，我点个蜡烛，烛光晚餐，先给你们茶。拿到了一杯茶。烫到嘴了。客人饿了吗？先上个那个前菜，就是今天的是水果沙拉。哦天哪，好好啊！这是什么？加6生命再生，加3提6。主菜来了，老板拿的是蘑菇炒蛋，然后因为我们食材有点不足，所以老板的是水煮的。我感觉不是那个食材不够的问题。然后来一点饭后的餐饮，番红花的茶。当吃完主菜水煮蛋之后，肚子里已经装不下饭后茶饮了。我们开始边消化边参观雷切尔的作品。跟我们想象的一样，雷切尔的威尼斯风格大教堂在夜里也是灯火通明，富丽堂皇。这次没有了我定下的占地面积等束缚，雷切尔彻底爆发了他的小宇宙，展开了封印。这座教堂大部分墙面和屋顶等基础结构是用各种装饰品组装而成的，所以展现出有别于传统体塑建造的奢华气息。比如它的墙面是由吊灯、木桌等家具组合而成的，比如吊灯的链条组建了墙体，而吊灯底下蜡烛的部分就自然的成为窗户边的蜡烛照明装饰了，而木桌则用于造窗台等等。而华丽的屋顶也是用地毯、木桌等装饰品组合而成，在屋顶的边缘，你也能从稍微近距离观察有多个吊灯组合而成的超级大吊灯。花坛里的间接照明让3层花坛在夜晚显得格外美丽，而附近的柱子、大十字架造型都使用了大量的间接照明，而白天整个建筑在阳光的沐浴下，又展现出跟夜晚不一样的另一种华贵气息。不知卯数的大树的影子在教堂白皙的墙面缓缓滑落，也很好看。
而教堂的前面是配套的花园小径，两旁种植的花草在数量、形状等方面也是特意挑选过的，整个氛围像希腊神殿的花园般清新美丽。虽然雷切的作品规模不是那么大，但用装饰品一件一件堆砌建造也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得益于各种装饰品在建筑上的应用，这款作品展现的是最奢华的美感。下一个是第10号作品 Discord ID TSW Ken 建的乡村小屋。他是所有参赛者中唯一一个没有为我们举办欢迎仪式的选手，我们只好找一小撮花店旁边的石灰石路当做是我们的欢迎路，当做这个道是我们的这个欢迎路从这个花田里对，肚子饿了就自己在田地里摘西红柿吃。先看了一圈这个乡村小屋，外观还是不错的，但烟囱不知为什么歪得厉害，可能是为了对付小乐吧。而且发现这位作者对自己建的房子不是很熟悉，一问三不知。这边好像是正门是吗？这里好像是那个，好像他的屋子有两扇门吧。我们发挥了一下想象力，后来发现这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在房子不远处还发现了一个坑，据作者讲，这是本来要做一个池塘，但目前没有水。雾锁王国世界本来就没有水的呀。我们心不在焉地参观了一下屋内布局之后天一黑就马上离开了这里。接着我们看第11号作品 Discord ID 新后建的中式建筑。它欢迎我们的方式是把传送灵火放到 NPC 区域，等我们一传送过来就让 NPC 们欢迎我们，真是一个性价比相当高的欢迎方式。而它的第一个建筑也是一座牌坊，不过它的外观风格是跟前面看到的稍微不一样，因为它的屋顶不是用屋顶材质建的，而是用普通体塑堆砌的，也是一种富有创意的体塑应用方式。这个牌坊也是建得非常富有细节，而且不同材质在不同区域的应用也很到位，展现出高超的体塑建造技巧。而且新后还特地花大量精力堆砌了高高的人工山，把旁边的长筹镇给遮掉了。他觉得长筹镇的中世纪建筑风格破坏他中式建筑的氛围，也是一个很用心的做法。而牌坊后面能看到一座雅致的亭子，新后也很用心的给它起了一个很雅致的名称。这个亭子我叫它看瘴气亭，因为在上面可以看到下面的瘴气。走进亭子，一旁的路灯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作者很有创意的在里面放了萤火，造出氛围感拉满的古代中式路灯。上了几段台阶，我们就到亭子了。农妇已经为我们准备好了一些食物，供我们在亭子边看风景边享用。这个亭子虽然规模不大，但是细节相当饱满，也是基于体塑的建造相当优秀的案例。而亭子的屋顶也是用普通体塑一个一个堆砌出来的，而且把整个屋顶的弧度控制得恰到好处，呈现出别样的外观风格。在屋顶最顶上还安放了个夜明珠。牌坊和凉亭一前一后，让雾锁王国的新手区域顿时充满中式氛围只可惜这里没有主体建筑。后来这位新后又建了一座古代戏院想要参展但是因为那时已经过了投稿截止日期，为了公平起见我没有把该作品包含进投票范畴里，但是大家可以在他的频道里欣赏该作品，建得确实非常好。相关链接我会写在这个影片的资讯栏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欣赏一下。然后我们看第12号参赛作品，是我们天空之城迷宫之父8号员工七脑的作品。跟天空之城一样，他的作品也是建在空中的。他的欢迎仪式是美丽的花坛，中间还雕出了喷泉的模样，但这个花园里只刻着娜娜的名字，没有我的。七脑的理由是这个花坛还有指南针的功能，娜娜的首字母 N 也有北方的含义，所以娜娜的名字也正好刻在了北边。而我的首字母 K 并不代表任何方位含义所以没有我的名字。整个花园呈圆形，而在花园上方还做了一个圆形人工月亮，照亮着这座花园挺有创意的。在雾锁王国是很难构筑出圆形，但这里有很多圆形元素，是很用心的设计。虽然月亮还没完工，只是个半圆。旁边的主楼里有很多设施空间比如图书馆、监狱、罗马大浴场，甚至有学校集会空间，墙上写着大大的写字。至此，我们看完了所有参赛选手的作品，其中有很多令人钦佩的建造成果和创意。那观众朋友们也别忘了到我们的 Discord 论坛，给各位心目中的最佳建筑作品进行投票，选出本次建筑比赛的冠亚军。那节目的最后是所有13部参选作品的精彩片段，帮大家回顾，方便投票。那感谢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